你堂堂一个大校花，也爱八卦吗？这倒是没看出来，我还以为你只爱学习来着。爱学习是因为我不想被人说只是长得好看的花瓶。你已经很优秀了，只可惜我都这么努力了，每次考试还是被秦以沫那个学霸班长死死压着。秦以沫那是变态，咱们正常人不跟他比。回去请你吃好吃的。这个是你说的，不许耍赖。所以你就这么直接拒绝王老师了？那可是体育特长生保送的机会哎。保送算什么？哥现在的目标可是星辰大海，区体育生装不下我这无处安放的才华。哎呦，前面的往里走走，别堵在门口谈恋爱啊！小心点，站稳了。谢谢。师傅慢点开！天哪，他的心跳好快。这车开得跟过山车似的，你抓紧我，别飞出去了。谁要飞出去了？你少贫嘴。终于活着回来了。那我先上楼了，明天周末我要睡到地老天荒。等等，江南，明早上我去找你哈。明天周末你找我干嘛？找你给我辅导。辅导？你可是堂堂校花兼学霸，还要我这个学渣辅导？学霸又怎么了？你今天在课堂上那波作操作，你现在不只是学霸，简直是学神。我要向你学习。姑奶奶放过我吧，我真的只想睡觉啊。那我不管，你说我死党，我被秦野沫那个冰山学霸压了整整3年，都要绝望了。现在你数学和物理那么厉害，必须帮助我，让我超越他。我能拒绝吗？不能。唉，在学校被王大英逼迫，好不容易放假，还要被这丫头压着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你真是江南？怎么可能？江南哪有这么帅？如假包换，白莹莹，睁大你那48K 钛合金眼看清楚了，我以前长得很丑吗？五官明明没变，但怎么感觉像换了个人？我的天，你昨晚到底吃了什么？牛奶还是木瓜？这皮肤滑得跟绸缎一样，比我还白嫩，真是不让人活了。牛奶木瓜还能美容养颜，我还以为那东西只能长身体。臭流氓，老实交代，到底怎么弄的？为什么一晚上变化这么大？赶紧教教我。什么怎么弄的？我这是天生丽质难自弃，顶多就是稍微剪了个发型，只要剪个精神小伙的寸头，总能封印我这逆天的颜值。继续低调做咸鱼了吧？哎呦，小帅哥，阿姨今天给你免单，加个微信好不好呀？失策啊失策，长太帅果然是个大麻烦。白莹莹，咱们男女授受不亲，我要穿衣服了，你能不能别看别摸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捂着眼睛开条缝是什么意思？还看？出去！擦擦口水吧。话说你大清早闯进我家，到底想干嘛？你忘了昨天说好的，周末你要辅导我数学和物理啊？完蛋，好不容易有个周末，还要被压榨，这蛋疼的人生啊！儿子啊，你这是怎么毛手毛脚的，盘子都端不稳？这还是我们家那个傻狍子吗？爸妈，剪个头发而已，不至于连亲儿子都不认识了吧？叔叔阿姨，江南同学现在可是大变样了呢。哎呦喂，真是男大18变啊！咱家儿子这模样，随我。明明是遗传了我的优良基因，别愣着了，快吃饭。好几天没打野上分了，苍穹以内老贼夜爆更了，舒坦。江南同学，吃饱喝足啦，该给我讲题了吧？不是吧，班长，周末就不能让我喘口气？我还想睡个回笼觉呢。这傻狍子真是不开窍，人家女孩子主动上门辅导他，想带带他，他居然还推3阻4。就是，就他那成绩，怎么配得上人家小学花？快去管管，真是扶不起的阿斗。混小子，人家英英好心带你学习，你敢说个不字试试？爸，亲妈，你误会了，是他让我。叔叔别生气，江南同学可能只是太累了。英英啊，你别惯着他，今天他要是不好好跟你学，我打断他的腿。我辅导还不行吗？我操，那是校花白莹莹吗？她居然跟一个男生并肩走，太明目张胆了吧！学校可是严禁早恋的，难道那是她男朋友？不怕老师抓吗？等等，你们看那个男生，天哪，好帅！学校里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？是谁啊？以前怎么没见过？难道是高3、5班那个号称篮球之神校草的叶知秋？胡说八道！我见过叶知秋，他虽然帅，但跟眼前这个男生比起来，根本比不过好吗？绝对的少女杀手，这才是我们学校真正的校草啊！他居然跟校花在一起了。看来这颜值以后是低调不了了。妈的，被你套路了！
你这是故意把我架在火堆上烤啊！唉，本来还想去要个微信的，结果人家早就被白校花霸占了。算了吧，校草是校草，男神是男神，注定不是咱们的菜，只能躲角落里哭了。快走快走，回教室！这白云英身边这男的是谁？摔破天花板，要上天的节奏啊！不会是校花找男朋友了吧？我心中唯一的女神被人抢走了。抢就抢了吧，这哥们儿帅的让我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，只剩自卑了。怎么都不认识我了？还是我脸上有花？帅哥，你找谁？我是江南，不过换了个发型而已，纯正本人。大家都散了吧。啥？你是江南？怎么可能？江南以前是挺帅，但也只够当个班草。现在这现职，就算校草叶知秋站在这儿，也得黯然失色吧？天哪，简直要逆天了！难道剪一个头发就能变帅这么多？要不明天我也把刘海剪了，换个江南同款平头，说不定也能成男神。你在想屁吃？剪了留买换平头，只会暴露你脸蛋的所有缺点，变成丑鬼。人家江南那是底子好，没法比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叫他江南了，叫男神，真正的男神。江南，快看白校花那得意的样儿，江南一出风头，他尾巴都快翘天上去了。谁让人家跟江南走得近呢？估计觉得总算压了秦学霸一头吧。怎么，胖子你不会不认识我了吧？还是说前2天你去找王好人测试失败，没有被他收下，转不了体育生？不可能啊！以他的基础加上巧克力增幅，绝对能跑进3分钟。王好人没理由不收他。不，王好人收下我了。那你这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干嘛？那天我找王好人测试，他勉强答应，但我拼尽全力，也只跑了3分10秒，没有达标。太慢了，你这题材还是别走体育这条路了。好小子，你被录取了！2分45秒，当场惊呆王好人，他还以为计时出错，测了第3次还是2分45，于是立马就收下我了。那很好啊，是很好。说起来，这还要感谢男神你，要不是开跑前我吃了你给的那块巧克力，突然开窍，我肯定没戏。咱们是兄弟，用不着谢。虽然咱是兄弟，但该谢还是要谢的。毕竟没你给的巧克力，我就转不成体育生，考不上大学，毕业就只能去工地搬砖了。只是男神，你给我巧克力的时候，没说这东西还有副作用啊！副作用？你知不知道事后我差点饿晕在田径场，好不容易撑到食堂，足足干了10碗饭才半饱，吓坏了周边所有妹子，彻底坐实了大胃王的称号。以后我还怎么找对象啊？这有利便有弊嘛，只要利大于弊，肚子饿多吃点也没啥大不了的。没啥大不了？是，多吃点确实没啥，反正我早就是大胃王了。是这脱发又是怎么回事？好不容易吃饱后，我都没来得及松口气，却发现自己头发全掉光了。这算什么？齐天老师吗？哭了也别想了。看到那边那个光头没？听说固体测完，吃顿饭的功夫，一头黑发全掉光了。这么邪门，他才18岁啊！听说上一秒还在为转体育生高兴呢。可不是，当场吓得尿裤子，以为得了绝症，在家等死。他爸妈也同意了，只要他开心，干啥都鼎力支持。这不到2天的时间，简直度日如年啊！估计是来听最后结果的。天哪！报告上竟然说他很健康，非常健康，健康的过分，连半点毛病都没有。那他头发怎么掉光的？不要杞人忧天，不要浪费医院资源，耽搁别人看病。快看，王凯旋怎么变成大头娃娃了？真把头发全剃了，成绩渣的要命，天天抱怨，宁愿去搬砖也不想上学。这肯定是恶作剧故意剃的。听说早上被他爸妈混合手打，一路撵来学校，惨啊！兄弟，咱用不着在意这些细节，重点是你转成体育生了，不是吗？至于头发啥的，没了就没了吧，反正快到夏天了，正好凉快。同学们，明天我们将进行本学期第1次月考。虽然只是月考，却十分重要，因为这次考试将按照高考的标准，结果可以告诉你目前水平到底如何，告诉你哪些知识掌握了，哪些知识还没有。希望大家努力复习，考出好的成绩，不仅是证明自己，
也是为班级争光。灭绝师太发话了，月考前为夕，很让人紧张啊！这次必须拼了！小子，你就睡吧，尽管睡，只要你明天能给我拿个全校第一，就算你睡破天，老娘都不管你。但若是你没拿到第一，我自会让你知道老娘的厉害。时间不够了，再多刷2道题。让，快回，不能浪费时间！拼了，多懂一点是一点。这算什么？我们学呀学，你却睡呀睡。重点是，你都咸鱼到如此地步了，数学和物理成绩还那么好，受到曹天元和谢宏伟2位老师特别重视。其他人若敢在数学和物理课上睡觉，早就被曹天元和谢宏伟罚哭了。可江南却换着不同的花样睡，2位老师都没说什么，真特娘的不公平！老天，你怎么不降雷劈死他呢？还有班主任女魔头胡一菲，外语物理老师钱里阳，化学老师毒明黄，生物老师鸭堂堂，你们不向来都毫无人性的吗？曹天元和谢宏伟不管可以理解，毕竟江南这2门课很厉害，2位老师都被折服了。可其他课呢？在语文、外语、化学、生物方面，江南貌似很一般吧？结果你们都不管，是对江南放弃治疗了，还是故作偏心啊？就因江南现在帅出了天际，所以他睡觉的时候你们都不愿打扰。长得帅就可以如此为所欲为吗？长得帅是 ain't 为所欲为的令。尤其是谢尔里阳，老师你讲课就讲课，还时不时的偷瞄江南，死静如天人是什么鬼？甚至手中粉笔掉了都没察觉，这实在太扎心了。江南，我承认，在物理方面我没你有天赋，你即便睡觉都那么厉害，但我这2天一刻都没放松，相信明天的考试，我肯定会超过你的，至少在物理这科。我会超过你，我会让全班人都知道，我才是物理课代表，我才是在物理上最强的。张浩有病吧？他本来就是物理课代表，每次考试都比江南强啊。就是，江南又没想抢他职位，用得着这么低压吗？江南，我也承认，在数学上我没你有天赋，毕竟我从未见你看书，你却考了第1。但我跟张浩一样，这2天没浪费丝毫时间。明天考试，我肯定会超过你。我会向众人证明，我才是数学课代表。哼，我才是在数学上最厉害的。明天考试我也会超过你的，因为我才是外语课代表，在外语上我不比任何人差。张浩和苏雨被抢了风头，不甘心的殷丽姐，唐甜甜什么鬼？过去她语杀声都很普通啊，难道她睡得太懵，遗忘了什么大招？班长，莫非你也……江南，我希望你明天考试不要仓促，而是全力以赴，考出你的真实水平。我没藏劫啊！不，你肯定藏拙了。一个数学物理那么厉害的人，其他科绝不会差。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因为我想光明正大的战胜你。一个个跟吃了枪药一样，早点去食堂干饭不香吗？明明我们才是最努力的，1分钟都不敢耽搁，凭什么被他一个瞌睡王超越？就是，明明我们才是各科最优秀的，是老师最看重的。凭什么被他抢走风头？这些人太过分了，居然敢对你下战书，甚至秦雨明都如此。江南，你可要加油，明天考试绝不能放水。一定要灭灭他们的威风，踩踩他们的气焰。如果超级无敌血魔控分系统控分还是及格线，总不能为了争口气考满分吧？费力不讨好得不到积分的事，我才不干。这次月考将按照高考模式，高3年级20个班混合打乱，学生座位由电脑随机分配到课班。现在上来领准考证，去寻找各自的考场。这次考试必须全力以赴。若还敢控分，小心以后再也没好日子过。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
等超级无敌血魔控分系统控分任务出来再说。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看中你也就算了，现在连班主任也对你特别对待，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胡一菲健康，绝对会死盯着自己啊！那他还怎么控分？怎么放水？难道真要让自己做费力不讨的事儿？第本次语文考试。啥？150分？莫非超级无敌血魔控分系统真的变形了？从上周体测开始，再不用让自己控分及格线，而要拿满分吗？这倒是意外之喜。虽然他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，不喜欢张扬，而想低调过小日子，但既然超级无敌血魔控分系统要求了，那他也没办法，不能再放水，只能勉为其难的考个150分吧。正好可以让胡一峰不找自己麻烦，虽有弊，但也有利。好快，你难道都不用看看题思考一下的吗？还是说这次考试太简单了？他倒想看看这题目是有多简单，以至于江南连想都不用想。的确不难。前面的选择题和诗词母写，只要学生基础牢固，跟送分没啥区别。尼玛，这出题组的人有病吧？还是说这他妈是出错题了？组长，这试卷也太难了吧，连我都有压力，何况那些学生。确实是难，这很多老师都跟我反映了，所以我才来告诉你，你提醒学生们，让他们把不会做的先放一边，抓紧时间做后面的。另外，你跟大家强调一下，自己不会的，别人也不会，所以不要急，不要慌，调整心态，一定要稳住。稳住？很难稳住啊！毕竟若只是一道题难也就罢了，可从诗歌评奖到文言文，全都很难啊！你告诉我这些题是谁出的？若不是出错了，就是故意在打击学生信心。这人其心可诛。出错应该不会，毕竟这不是学校出的，而来自市里。虽然这明面上只是一次月考，但实际上可以说是全市的联考。不只是我们，还有1、2中、楚英和兰普勒等学校都同时考这套卷子。我已经紧急联系市里的出题题组了，不过那边还未给回复。至于现在，你安抚学生们先考着吧。同学们，大家都不要急，不要慌，要稳住。考试不就是考的一个心态吗？要知道，你不会做的，别的同学也不一定会。大家直接略过，先把后面的做完，不能因诗歌鉴赏和文言文耽搁时间，更不能跟刚才那位同学一样，就因1、2题不会就撂挑子不考了。这是对考试的不负责，也是对你们自己的不负责。我呸！老师，你真是睁着眼说瞎话。什么叫我不会的，别人也不会？我旁边这位从开考到现在比就没停过，而且我用盗版写论言看得清清楚楚，诗歌鉴码和文言文全做了，那写的叫一个多啊！若不是瞎写的话，人家是真牛，这些题对他来说那就是 so easy。真是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咱跟人家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。算了，我也不考了，0分就0分吧。他脸都绿了，这下火山要爆发了。好了，其他同学继续考试，不要受刚才2人影响。他们放弃了自己，但你们坚持到底，唯有坚持才能胜利。老子宁愿0分，也不想受这鸟气。走了就走了吧，反正自己尽力劝说了，总不能强行把人给留下吧。不用说，都是学渣中的学渣。江南虽然能控分，实力肯定有，但这文言文应该很难做出来吧？咦，这是在做什么？不是文言文吗？怎么在写作文，还密密麻麻的？貌似快写完了。这考试时间才过去一半，你就快把作文写完了？莫非前面的文言文没做？等等，不对啊！之前出去的那小胖子可是说看着你把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做了的。这怎么可能这么快？你就算是乱做，也不可能在做了诗歌鉴赏和文言文的前提下，还快把作文给写完吧？毕竟这可都是字，写上1000字不需要时间的吗？别的同胞才刚刚略过文言言，后面的现代文品析都没开始，可江南却快把作文写完了，这速度简直要逆天啊！真的很想看看江南的试卷，看看江南的文言文做得如何。只是作文跟文言文不在同一个页面，所以一时没法看。等等，这作文写的是这
这是什么作文？文言文？江南居然用文言文写作，这怎么可能？谁告诉我这是啥玩意儿？怎么入手？诗歌鉴赏难，文言文难，现在占了足有60分的作文题也这么难？与其在这浪费时间，老子不如玩去，0分变0分，也不伺候了。这作文不简单，是真的不简单。拿低分可以，但如果不能够推陈出新，而千篇一律的话，分数高不到哪里去。传小负载重，客观序丢弃一个背囊，方可安度难关。有气有曲，有实有得。作文题这么简单的吗？感觉没啥难度啊，都不够小爷喝一壶的。卷子前面不是有道文言文吗？那题蛮有意思的。如果我用文言文写一篇作文，结果会如何？想必100%能拿满分吧。就这样办了。建安26年，公元221年，关羽走麦城，兵败遭秦，巨降，为孙权所害。其坐骑赤鹿马，为孙权赐于马中。一日，马中上表，赤兔马绝食数日，不久将亡。孙权大惊，急访江东名士伯喜。此人乃伯乐之后，人言其精通马语。昔日曹朱作归虽寿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吾深知君念关将军之恩，欲从之于地下。然当日，吕奉贤白门楼殒命，亦未见君如此相依，为何今日这等轻生？岂不负君千里之志哉？这特么还是人吗？老娘可是语文老师啊，正儿八经的名牌大学毕业，且是硕士研究生，那水平可一点都不低。想当年他自己也没少写出好的作文，可跟江南一比，貌似相差的不是一点点。这打击不得不说有点大，无语，太过妖孽啊！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控分大神、超级学霸江南的真正实力吗？真不知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，应该是后者吧，毕竟这可是自己班上的。虽然糊弄了他2、3年，但既然江南真有这样牛逼的水平，那自己被糊弄就糊弄吧，也没啥大不了的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江南只是用了文言文而已，但内容却不一定好，水平不一定高。狗屁！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现在这年代，有几个会用文言文借作的？先别说内容如何，就凭江南用文言文洋洋洒洒地写出几百字的作文，就足以证明其实力不容小觑。更别说以他的目光来看，江南写的这篇作文的内容，可并非是空洞无奇的那种，而是立意饱满，耐人寻味。要真用语言来形容，那就是斗气化马，恐怖如斯。吾常目不识周礼之薄营舒其之高义，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，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。土为知己而死，人因诚信而存。吾安肯食无所而苟活于世间？吾犹如此，人何以看？吾不知云长诚信如此，今此忠义之事为吾所害，吾有何面目见天下苍生？后孙权传旨，将关羽父子并赤兔马厚葬。总算搞定了，这起码费了我3成功力，不信拿不到满分。江南，你要干什么？做完了交卷啊。什么？你做完了？做完了。你诗歌变化和文言文都做了？都做了啊。就算做了，你也应该检查一下呀。不小心做错了怎么办？要知细节决定成败。用不着，这么简单的题怎么可能做错？老师你放心，这次我没放水。这人到底是谁？哪个班的？快收了你的神通吧，我们小心脏受不住了。要知道，老子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没做，作文更是没开始，可这人却都做完了。你这手速比万年黄金单身汉还快吧？怎么练出来的？无语。等等，江南，考场有规定，唯有最后15分钟才能交卷离开。现在时间还没到，所以你不能交卷，更不能离开，否则就是0分处理。那你时间没到，不能交卷。你看看，这才是超级学霸的待遇啊！如此难的试卷，那小子提前半小时全给做完了不说，还能趴桌睡觉，
而坚强老师却不管，真是太扎心了。话说这小子到底是谁？莫非他就是学校最厉害、最有名，号称学霸中学霸的秦风？可是秦风应该没这么帅吧？江南的颜值可谓惊天动地，能将所有男生秒杀成渣渣的那种。而秦风虽然名气很捅，但那是因为成绩而非颜值，不然秦风就不仅是学霸，更是校草了。所以这小子不可能是秦风。不是秦风，难道是学校的篮球之神，有着第一校草之称的叶知秋？也不对，叶知秋帅归帅，但据说其成绩一般，绝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语文试卷全给做了。所以这小子也不是叶知秋。何况叶知秋也没有江南帅，好吧？真是难解啊！这人语文水平奇高，绝对比得上秦风，而长得又极帅，甚至超过叶知秋。之前听监考老师叫过2次，貌似这小子叫江什么南来着？江南？没听错的话，好像就是江南。可哪个班的？我们学校有这号人物吗？怎么没听人说过？水平高，长得帅，没道理不出名啊！莫非是老子最近太过沉迷学习，以至于孤陋寡闻，有眼不识大神？看来之后得去打听打听。这三中居然还有我们这群吃瓜好事者不知道的人物，简直就是打脸！喂，醒醒！老师，考完了吗？还没考完，但到了最后15分钟，你可以交卷去吃饭了。哦，好的。尼玛，考场居然有这样的事儿！学生睡觉，而监考老师不管也就罢了，现在距离考试结束明明还有15分钟，只不过刚到可以交卷的时间，但监考老师却主动叫醒那人，让其交卷去吃饭，甚至还帮忙收了卷子。6，这，居然都是对的，厉害！原来这题是这样做的。还有这诗歌鉴赏，答得真不错啊！从沈约重瞳的典故，便可推断出作者好友患病为目疾，简直一语中的。咦，这个思想感情回答的更是精妙。其一是表达了不能与友人相聚，一起赋诗饮酒，饱览春景的遗憾；其二是宽慰保友，表达对拥有能够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对以后美好生活的馋望。妙，实在太妙了！不仅层次分明，而且简约明了。就算是参场大家，也不会有这么准确吧？这回答必定是满腹无逼，实乃天人也！这人绝了，恐怖如斯。非人耶，尼玛！这作答精彩啊！语句居然是这个意思！靠，这翻译更是一绝，真令人恍然大悟，茅塞顿开。学到了！胡老师，考完了，收试卷了。啊？哦，好了，考试结束，都不要写了，赶紧把卷子交上来。后面穿红衣服的同学，请把笔放下，再写我可就要给你登记了。太过严重，可是要记0分的。这就结束了吗？我作文才刚开始写。连3班语文第1的课代表都崩溃了，这题太变态了。是啊，诗歌和文言文全空着，这及格都难了。看来这次语文考试我们班全得翻车了。就是不知道秦雨萌能不能及格，如果连他都不行，那全班都完蛋。不对，江南得除外。刚看江南卷子，基本全对，就是作文还没仔细看，但即便不算作文都能及格了。至于这作文，还得仔细观摩，只要没跑题太远，我必给满分。那岂不是他很有可能拿150分？吴老师怎么对着卷子发呆？3中近10年都没人语文拿满分，作文必扣分的，难道有人破纪录了？学校看我们考试辛苦，特意加餐红烧肉、糖醋排骨和大鸡腿，太丰盛了。哎，真香啊！喂，你考得如何？还能如何？扑街一个。这次语文实在太难了，难如登天。从诗歌班组开始，我全都不会。我也是，文言文根本看不懂不说，连后面作文都没写完。就这2块加起来，起码扣掉60分，100%及不了格了。啊，不是吧？你语文可向来厉害啊，班里前3居然都及不了格？这不会是故意在装逼吧？学霸戏码，表演凡尔赛？凡尔赛个屁！别说我只是班里前3，就算班里第1，也不一定能及格。你们没看见3班的语文课代表蔡坤那表情吗？眼睛通红，估计已经大哭过了。唉，都一样啊。我们考场甚至有好几人才考了一半，就纷纷弃考走了，记了0分。我们考场也有人弃考，看来所有人都扑在语文上了。不，那可不一定。我们考场就有一个牛人，把诗歌变主、文言文全做了。什么？那怎么可能？对，绝不可能。你说他做了诗歌鉴赏也就算了，但那文言文，以我18年的语文水平都看不懂，怎么有人能做出来？是真的，那人真做出来了，而且速度惊人，
距离考试结束还有40-50来分钟，就把作文写完要交卷，可谓震惊全场。最后碍于考场规则限制，没法交卷，结果他趴在桌上睡了半个小时。这还不是最让人惊讶的，更惊讶的是，他考试睡觉，健康老师居然不管，且刚到最后15分钟，健康老师就提醒那人可以交卷吃饭，并主动帮其收了试卷。再后来，监考老师拿着那人试卷傻愣愣地站在那里，一直看到考试结束。以我表情分析大师的经验可以断定，那人不仅把诗歌鉴赏、文言文都做了，而且做对了，以至于惊呆了监考老师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厉害的人，能把文言文做对不说，还提前40-50分钟就写完要交卷，而且还能让监考老师特别对待，让监考老师惊呆，打死我都不信。这我可真没说谎，因为我就坐在那人后边，而且不仅我看到了，所有在4班考场的人都看到了，他们都能作证。那你说那人叫什么？是叫秦风吗？如果是霸榜学校3年第一，有着超级学霸之称的秦风，或许真的可以。不，那人不叫秦风。不是秦风是谁？好像是叫江南。江南？我们学校有教江南的人吗？而且还语文水平极高，能震惊监考老师。如果是秦风我还相信，结果你说出这么一个陌生名字，就更不信了。毕竟他若真有那么厉害，早就全校出名了，而不会到了高3都没人知道。有道理，你说的太神乎其幻，没法信。可那人真叫江南，你们不信的话，可以随便找在4班考试的人问。算了，别演了，就是被识破了。说谎不打草稿，赶紧坦白吧。老子对天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可为什么就没人信呢？那人真的是叫江南啊，长得还极帅，秒杀所有男星的那种。若真有一人不仅语文厉害，而且帅破天，他们怎么可能从未听说过？毕竟现在是高3，而不是高1，不管是成绩还是颜值或者其他，只要是在某一领域能冒头的人，早就全校出名，被众人熟知了。江南如何厉害？考懵了，脑袋秀逗了。江南根本没听说过这号人物啊！有些人就是大话精，想哗众取宠。然而大家都不是傻子，没那么好糊弄。到了外班，谁知道江南是谁？这怎么会这样？江南考得很好吗？连隔壁3班语文最厉害的蔡坤都考哭了，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当看见其他人都没考好的时候，还心存庆幸，认为江南也必然考不好，所以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学校里还有别人叫江南吗？应该没有吧，长得还帅，绝对独此一家。何况若没记错的话，江南就被安排在4班考试，这些都对上了。那岂不是说江南这次考试也许考得很好？若是之前，肯定与其他路人一样，不会相信这小道消息，甚至嗤之以鼻。但自从江南在数学和物理2道上展现出惊人实力，并狠打众人脸之后，可不敢不信。妈的，要完蛋的节奏！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才是4班的语文课代表啊！每次语文考试不说4班第一，但也仅次于秦彦梦的好吧？可结果……我操，有必要这样吗？不就是语文没考好吗？大家都没考好，甚至弃考的人很多，你用不着走在路上大哭吧？女生就是女生啊，娇滴滴的，承受能力太差。老子也弃考了，被当场记了0分，可还不是走路带风，笑傲江湖？莫非我们会被江南一人击败？不，绝不可能，我才是最强的。接下来就看我表现吧。不过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具体如何还得找江南确认一下。江南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快说说你这次语文考得如何？我在路上听人说你把诗歌、剑术、文言文都做出来了，是不是真的？那我们对对答案。诗歌剑术第一题，问作者好友患何疾病？你怎么写的？目疾。目疾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没听过沈约重瞳的典故吗？这都明摆着告诉你是目疾了，难道你没写对？我写错了。这么简单你都不会？那文言文呢？从头到尾都一个音，感觉是为了同音而同音，直接把我看晕了。搞不懂他说的什么意思。你呢？你是怎么翻译的？这也很简单啊，不是为了同音而同音，它本来就是同音文，讲的是一个先钓鱼还是先卖玉的小故事，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里有人把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做出来了，甚至全篇翻译的那种。对于诗歌鉴赏和文言文的难度，可是有亲身体会，到现在还心有余悸。能动笔的几乎没有，整个高3都不会有人能做出，可现在却有人做出来了，还说很简单，看一眼就知道。真的假的？鱼想去钓鱼，到我家找我说，我想去雨水的滩涂上钓鱼，你和我去吗？
我说我打算卖玉，雨雨想买我的玉，我得去他家。于是我同雨雨一同来到了雨雨家，见到了雨雨，想要把玉卖给他。这时天下起了雨，大雨漫过了雨雨家的房子。我对雨雨说，我本来打算去雨水的滩台上钓鱼，现在在你家遇上大雨，是该钓鱼呢，还是卖玉呢？雨雨和我在一起，在雨雨家避雨，我把玉卖给了雨雨。等雨停了，我和雨雨慢慢走出雨雨的家，去雨水的滩涂上钓鱼，其实就是让你写出其寓意。那也很简单，就是做事应该讲究条理，忙而有序的完成，这样才高效率，不然有时会酿成大祸。意思就是这样，你看是不是很简单？其实像这样的同音文还有不少，如诗是时诗史，唧唧唧唧唧，历离愈历，这些都蛮有意思的。当然最有意思的应该是意义意义仪，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。乍一听好有道理啊，貌似其真把文言文给做了出来，这实在太不可思议，简直非人啊！难道无数人的诗歌欣赏和文言文到了江南嘴里，却跟砍瓜切菜一样简单？这人是谁？是学校第一学霸秦风吗？但秦风没这么帅好吧？亦或者是学校第一校草叶知秋？但叶知秋成绩一般好吧？唯一能知道的就是江南的实力。堪比学霸秦风，长相更胜校草叶知秋，可谓集颜值才华于一体的超级学霸，真是完美啊！爱了爱了！这世上居然有如此优秀的人，真是老天太不公平了！快看，那不是语文课代表向叶吗？他怎么哭了？还能因为什么？肯定是被江南刚才那番满分翻译给打击到了呗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。亏他昨天还当众信誓旦旦说要在语文上战胜江南，维护课代表的位置呢。现在一比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，渣的不能再渣了。果然，江南真的都做出来了。而向叶那小妮子，看她哭的模样，100%考砸了，比我好不到哪里去。哼，让你看不起我江南，现在出大丑了吧？各位语文老师，大家都说说吧，对于这次语文考试都作何感想？什么感想？还能有什么感想？我作为语文老师，看了这试卷都是一脸懵。诗词鉴赏有点难度，上册理解，但这文言文就太刁难人了。我也是事后查了资料，才知道这是同音文，何况那些普通学生。反正我负责的那个考场是全军覆没了。我看了下卷子，没一人能做出。我那个考场也是，文言文都空着不说，还为此浪费太多时间，导致作文没写完，太惨了。很多人作文都写不完，就诗歌鉴赏和文言文20，能刷新学校最低记录的那种。也不知道卷子是谁出的，实在太狠了，摆明就是在打击学生积极性啊！要知这都是高3的学生，距离高考仅剩100天，该多给其加油打气，而不是故意打压。一旦让他们心灵受挫，可就麻烦了。就是，那文言文太难也就算了，甚至连作文也那么难。有几个学生能吃得消？时间不够，作文没写完的先不说，我看就算写完了，10有8九也是偏题跑题，能拿高分的可能性不大。作文的确也蛮难的，不过最难的还是文言文分析。我们学校高3有近1000学生，难道就没有一个能把文言文做出来吗？估计是没有，因为学校第一学霸秦风就在我那个考场，我可是特意看了的。即便是秦风，也只是把诗歌见长写了，文言文一字没动。连秦风这样的学霸都如此，其他学生想必就更加了。100%不会啊！文言文肯定全军覆没了，这点毋庸置疑。毕竟我们这些老师也不会，也不知出题组的人是怎么把这题弄上来的，不是出错了，就是脑袋秀逗了。哼，我敢打赌，其他学校不说，反正我们学校是不可能有学生做出来的。若真有，那我也用不着当老师了，直接拜他为师。能做出这文言文，证明其水平绝对在我这个教了20年书的老师之上，非天才中的天才，学霸中的学霸不可。这种学生万中无一，我拜其为师一点都不亏。好了好了，都沉稳点，抱怨的话就不要说了。我打听过了，卷子虽来自市里，但实际上出卷的老师却是1中和2中的，而且据说1、2中都有人做出文言文，所以人家出错题是不可能的。
脑袋秀溜就更不可能了。怪只怪我们学校水平不够，比不上人家。以后各位老师努把力，争取多教点优秀学生出来，可不能被一二中给看扁了。吴组长，各位老师，其实我们也并不是全军覆没，因为我考场里就有学生把文言文做出来了。连学校第一学霸，每次考试都占据榜首的一班秦风，文言文都空在那里。胡老师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你考场里真有学生做出了文言文？还有，你确定他做的是对的吗？不会是乱写凑数，让你误会了吧？胡老师，你就不要戏弄大家了。我们学校是不可能有学生做出来的，若真有，我现在就去拜他为师。哦，这么说，我今天要收一位徒孙了。胡老师，岳老师只是太急了，所以一时乱说话罢了，你就别伤心了。不好意思各位，刚才口误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班上有学生把文言文做出来了，而且我对了答案，正确率100%，甚至在翻译上，我觉得那学生翻译的比我们的标准答案更精准一些。胡老师，你大声点，再说一遍，真有人做出来了？真的，我负责监考，必然千真万确。他文言文翻译十分精准，可以说是多一字太多，少一字太少，无可挑剔的那种。除此之外，他诗歌鉴赏也做了，而且都做对了，甚至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做完了。什么？胡老师，你说什么？他诗歌鉴赏、文言文都做对了不说，还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做完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确定自己不是在说胡话呢？亦或者你看错了？怎么会不可能？他是我班里的学生，我是亲眼看着他做完的，卷子也是我帮他交的。他本来提前40来分钟就要交卷，但我们拦着，毕竟考场有纪律，不到最后15分钟不能交卷，否则将按0分处理。所以他便趴桌上睡了半小时。在最后15分钟的时候，我特意叫醒他，收了他卷子，并让他去吃饭。这点跟我一起监考的化学组李老师可以作证，只是他不在这里罢了。之后我把那份卷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可以肯定，作文前所有题目都是全对。是谁？胡老师，你直接说那个学生是谁？你刚说他是你们班的，那是秦雨墨，还是向叶？我记得你们班语文最厉害的，也就是这2人吧？一个班长，一个课代表。不过无论是谁，如果他真如你说的那样，前面的题能拿满分，那绝对可说是语文一道上的天才，不，应该说是奇才了。秦雨墨应该不可能，这个学生我认识，记得就在我监考的考场来着。他虽然不错，但我有注意到，其文言文跟秦风一样，都没做出来。向叶也不可能，那女娃在我考场，她连诗歌鉴赏都没做，更别说文言文了。胡老师，莫非是你们班其他几个学霸？苏雨、张浩、白英英、唐婷婷？的确，你们说的几个都不是，而是一个过去成绩表现一般，只在及格线徘徊的学生，名字叫江南。江南？貌似没听说过。他过去成绩一般吗？如果只在及格线徘徊，应该不可能把文言文都醉吧？除非他之前碰见过这题，知道答案。还有诗歌鉴赏也是，若真如此的话，那就不能说他厉害，只能说他运气好罢了。各位老师，我想你们误会了。江南过去虽名声不显，但不代表他实力不行，只不过是他比较低调罢了。实际上，他很优秀，非常优秀，甚至可说是我们班最优秀的学生。他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做对了，你们也许可以质疑他是运气、碰巧，但如果我告诉你们，他作文是用文言文写的，你们应该没法质疑了吧？啥？胡老师，你说啥？他作文是用文言文写的？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怎么可能有学生会用文言文写作？他就算有这心，也没这本事啊！文言文啊，这又不是以前，现在学生连看懂都费事，如何能用来写作？还800字的那种。除非他是天才，超级天才，学霸，超级学霸，万里挑一，百年难遇。我所说的千真万确，都到了这地步，这位老师也不可能说谎。那十有8、9是真的。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妖孽啊？考试就2个半小时，而且前面的诗歌鉴纸和文言文还那么难。可这小子不仅全做对了，还用文言文写作，更是提前交卷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真和胡老师说的一样，那我说话算数，立刻去拜师。好，那就找出来一起看看吧。
说，这还真是文言文作文，赤兔之死。这标题很有意思，这文也很有意思啊，立意切合，语言流畅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居然能写出这样一篇作文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俗语名句信手拈来，却没有丝毫堆砌感。新闻小畅明白，对历史典故烂熟于心，连我都要甘拜下风。不用说了，这个叫江南的学生，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，学霸中的学霸。哦不，天才和学霸都不足以来形容他，而应该用学神、学魔、奇才、鬼才、怪才，百万里挑一上，千年难遇。喂，听说了吗？这次高三上午的语文考试史上最难啊，估计能及格的都没几个，甚至有很多人考到一半的时候就心态崩了，直接弃考，被0分处理。当然是真的，据说那文言文没一个人会，乃至常年霸榜学校第一的主一都没做出来。唉，可想而知，这题是有多么难，难如登天的那种。高三近1000人，可谓全军覆没。不会吧？可是我之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听到有个学生在那侃侃而谈，轻描淡写的就把那篇文言文给翻译出来，还说很简单，就是篇同音文，讲的是一个先钓鱼还是先卖玉的小故事。我去，这么厉害，那岂不是超越了那位同学？快告诉我，这个人是谁？男的女的？是哪个学霸？年级第2还是第3？是个男的，长得还贼帅，能帅上天，吊打校草那位的那种。但不是年级第2，也不是第3，甚至都不是我们熟知的年级前10。这么说，他是匹黑马？是不是黑马不知道，反正他很厉害。当时食堂里很多人都听呆了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这个人确实厉害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超级学霸。至少在语文一道上，估计没人能与之相比。要知道之前高三每次考试，301班的秦风都是囊括各科第一的。不过这一次，他貌似碰上了对手，语文第1悬了。不仅是学霸秦风碰上了对手，那校草叶晨修也是。你是不知道那人有多帅，而且我亲眼看见校花白弯弯就坐其旁边。真好奇这个人是谁啊？有意思啊，真有意思。上午考的那篇文言文，可是连我都束手无策，却居然有人做出来了。这个人貌似还是一匹黑马。终于，我这枯燥乏味的高中无敌生涯泛起了一丝波澜。有那味儿了吗？这可真是好事啊！就是不知道那人是谁，在文言文上居然能胜过我。不仅是学霸秦风碰上了对手，那校草叶晨修也是。校园各处都在谈论江南，谈论食堂发生的一幕。歌不在江湖，江湖却有歌的传说啊！老曹，本次数学考试请获得150分。上午语文考砸了，下午的数学可千万别再考砸了啊！这第一道函数和倒计怎么这么难，都不用动脑筋的吗？看一眼就知道。这在搞什么啊？市里出卷组的人是疯了吧？那岂不是说本次数学考试的整体难度超出国网2、3倍还不止？上午监考语文的时候，由于题目太难，导致许多学生崩溃弃考。但愿不会出现像上午一样考场动荡，许多学生崩溃弃考的情况。这速度有这么快的吗？还是说题目太难，就连江南这样的天才都不会，直接跳过最后面的题？不可能吧？就算卷子再难，江南可是能将奥数模题控分到90的人，应该不至于被这些题难倒才对。怎么可能？我是眼花了，还是在做梦？我操！曹老师，怎么了？你咋一直盯着这位学生？莫非你怀疑他考试作弊？作弊？他怎么可能作弊？我是在欣赏和学习。这小子的解题思路和解题速度，足以让人拍案叫绝。哦，是吗？他有这么厉害，居然能得到曹老师你如此评价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才刚考试一会儿，别人连选择题都没做完，可他却做到最后2题了。他做对了吗？不会是乱写一通吧？不是乱写一通，而是全对，准确率100%。我操！同学，你这是什么鬼？你确定自己是在考数学吗？
不是说数学的压轴题都很难的吗？可你居然看一眼就会，甚至连草稿纸都不用，都不需要提前演算一遍，你他妈也太狠了吧！你这分明就是没把数学放眼里啊，没把出卷组的老师放眼里啊！你这是……这小子答题都不用思考了吗？审题1秒过，看他那满不在乎的架势，简直像是赶着做完睡觉一样。等等，他停笔了，足足看了数秒钟。这最后一道压轴题的难度绝对超过前面不知多少倍。总算是碰到了一道有点意思的题，看来这份卷子也并非一无是处。这是什么神仙题目？普通学生看一眼脑子都要炸了吧？他连草稿都不打，直接就开始解了。旁边那个监考老师根本不是教数学的，完全看不懂，反而淡定得很。你看曹老师的表情，他可是资深数学老师。这道压轴题乍一看简单，实际上难度超越高考数倍，绝对堪比奥赛压轴。连老曹自己做这题都要耗费8、9成功力，这小子居然不费吹灰之力秒解。这特妈妈哪还是学生，明明是资深教授级别啊！老曹都远比不上他。才考了9分钟，10分钟都没到，江南就把整份卷子给做完了，恐怖如斯，此子非人也。如果不是亲眼看见，就是把他打残打死烧成灰，他也不敢相信。咦，这卷子貌似有一些难度。咱们301班是这所3中分高3年级的最顶尖班级，也是明星班级。只因该班出了一个超级学霸，一个霸榜学校3年，每次考试所有单科都能位列第一，总分能把第2、第3甩开偌大一截的天之骄子、无敌牛人秦风。秦风很厉害，这点毋庸置疑。但是301班其他人也不弱，还有很多都称得上是学霸。要是单个挑出放到别的班级，立马能得第一的那种，只不过都被秦风盖过了风头罢了。而李明就是其中之一。李明也很厉害，尤其是数学一道，虽比不上秦风，但自认为不会再弱于其他人，所以在数学开考之前，他可谓是信心满满。虽然上午的语文科没考好，但下午的数学他一定会守住学校第2的擂台。卷子这么难的吗？往常的数学考试选择题前8道可都是送分题啊，唯有后2道才偏难。可今天第5道就这么难了。算了，先略过吧，等做完后边的再回来试试。还是难，更难了。倒不是说他做不出来，而是他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进行非常复杂的推演计算才可解出，但那将导致他没时间做后面的大题，就像上午语文科没时间写作文一样。若真如此，那绝对完蛋。凉凉的节奏，别说首类学校第2，连及格都是问题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往后跳，先做容易的。悲伤泪流成河，选择题一大半都跳过了，就算后边的题全都做对，他又能得多少分？现在数学也这么难，是要逆天吧？老子心态可又要崩了啊！到底是无意侮辱还是故意伤害？如果考都是这样的难度，那老子还考个屁呀！别说1本2本，就连3本都没希望。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妈妈，我不想考了，我想回家，读书太累了，不如去搬砖。记得上午监管老师曾说过，自己不会的，别人也不会。我李明可是数学天才，连我都感到困难，其他人肯定更加不会做。只要我不急不慌，稳住心态，把自己会做的全做了，把该拿的分全都拿到，即便比不上秦风，但学校数学第2的位置必然还是我的。怎么可能？这才考试10分钟不到，居然有人开始做后边的大题了。这到底是人是鬼，是神是魔，又或者是妖孽？就算是秦风在这儿，也不能做到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他要么就是乱写一通，要么就是全都不会，把前面的题都给跳过去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那小子都做对了？怎么可能？那小子连看题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啊，连草稿纸都没用啊！直接作答的那种，要是这也能做对，那岂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，男足都能夺冠世界杯了？神啊，谁能告诉我，
这家伙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却从未听说过这号人物，可现在他却不仅语文厉害，数学也是如此之强。即便是秦风在这儿，也没法与之相比吧？假的，希望这是假的，这不是在考试，而是我在做梦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在做梦。等梦醒了就没事了，月考肯定还没开始。老曹，你是数学大拿，换做你，你能这么快把这份全字做完吗？我做不到。那你确定他做的都是对的吗？都是对的，无论是解题思路、过程还是答案，可谓无懈可击。非常对，没有一丝漏洞，堪称完美的那种。甚至第二问连我都解不出来，没有任何思绪。我也是看了他的答案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题是这样解的，收获不浅。这么说，他岂不是比老曹你还厉害？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事实的确如此。那也太恐怖了，简直不是人啊！就是不知道他是哪班学生，是哪位数学老师教出来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操！这题确实有点意思，耗费了我好一会儿时间。就是这答题卡太小了，才写了3种解法，就没地方写了，真是可惜。老师，我做完了，可以睡觉吗？果然，老曹监管就不是巧合，是故意盯着自己的。不过自己并未放水，而全做对了，必是满分无疑。你盯着就盯着吧。怎么，你不检查一下吗？检查？用不着检查，这么简单的题怎么可能做错？如果你没意见，我可就要睡了。好气！你平日上课睡觉也就算了，现在考试也睡觉，这算什么？赤裸裸的炫耀吗？我知道你都做完了，也做对了，但别的同学还满脸悲苦的正在考试了。重点是，我都还没同意你就趴下去了，如此不给面子，又何必多问我一句？真是不当人子。算了，你那么厉害，我也管不了你，想睡就睡吧。尼玛，我耳朵没出问题吧？这才开考10几分钟啊，那小子就把一整张卷做完了。做完了，这么简单的题，怎么可能做错？这是什么拔刀速度？黄金单身100万年也比不上，好吧？甚至还说这题目简单。你告诉我，这题哪里简单了？身为数学天才，向来能考140以上的我，选择题后5道可都不会，好吧？这卷子还简单吗？怎么可能？苍天啊，大地啊，既生瑜，何生亮啊！这考场都有我李明了，何必再冒出那小子，还在我面前秀啊秀啊！简直不是个人啊！我记住你了，你很强，但我也不会弱，我一定会好好考试，超过你的。话说，你这么秀，你爸妈知道吗？还有贼老天，你也不管一管，不降到雷霆劈死这开爪挂的混蛋！更有监考老师，你们就是这么监考的吗？有人如此不尊重考试都不管，你们也太尸位素餐了，太包庇人了。这小子有关系，走后门的吧。我要开窗，外边微风，有点冷，要是冻到教室里其他学生就不好了。老师，这也是为我们考虑不是？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关系户吗？那小子跟监考老师是亲戚吧？又是关窗，又是披衣，还允许其睡觉。两者没有关系，鬼都不信。有后台就是牛逼，背景太深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巡查考场纪律来了，这下子江南肯定完蛋。这是什么鬼？难道眼瞎吗？那小子这么大一个活人，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呼呼大睡，都看不见？还是说这窗户玻璃是单面的？不可能啊！玻璃若是单面的，平日自己躲座位上玩手机，就不会经常被巡查的班主任抓到了。进不进，走不走，却是何故？一直盯着我们，这压力山大呀！而且若说你们没发现那小子睡觉，可貌似都在指着那小子议论，好吧？就是，那眼神不太对，不像是严谨生气，倒像是惊奇。咦，刘老师，你不是在3楼监考的吗？怎么跑到5楼来了？岳老师，我还记得你在1楼监考来着，不一样来了5楼。我这是意外，本想上个厕所来着，可一不小心就走错了地方。你1楼能走错到5楼，这错的也太多了吧？再错下去岂不是要上天？好了，大哥不笑二哥，罗罗不笑蚌壳。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想必各位都是来看用文言文写作的那位绝世奇才的吧？没错，就是看他。就是不知道里面哪一个是江南。我对他实在好奇的很，居然能用文言文习作不说，还写得这么好。来之前我问过胡老师了，说江南坐在第3排，倒数第4个，身高1.8米，长得最帅气。就凭他能用文言文写出一篇如此精妙绝伦的作文，就足以证明他的实力。即便数学考0分，凭借他的语文天赋和水平，直接保送不成问题。依我看，
他其他科目都不行最好，如此方能让他专走语文一道。岳老师说的有道理，怕就怕这也行那也行，可都达不到顶峰，最终沦落为平平无奇。就是没法走进去，近距离看看这绝世奇才长啥样，有些可惜。确实可惜。咦，大家快看，坐江南左手边的那小子，是不是在拿小抄作弊？没错，他就是作弊。喂，那位同学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看见你了，赶紧把手里东西放下！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！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啊！怎么回事？莫非他们不是进来抓作弊的，而是惩罚那小子违背考场纪律在睡觉？你们不是来抓我的，而是来抓他？不对啊，你们刚喊的就是作弊，而不是睡觉。再说了，你们若真要抓他睡觉，不应该第一时间把他给弄醒了吗？可现在一个个蹑手蹑脚的，什么鬼？受不了了！我自爆，我作弊了，给我记0分吧！老吴，你们这些语文老师都跑我这儿来做什么？不需要监考了吗？你是组长，赶紧把你的人都带走吧，别打扰我考场的学生考生。我去，睡过头了。哎，这生物钟不行啊，看来得抽空调节一下。诶，我身上怎么多了件衣服？同学，你居然睡久了啊？衣服给我吧，刚怕你睡觉着凉，特意给你披的。谢谢老师。这老师可真不错，比某位不讲武德的老曹好太多了。